无论你现在正在做什么，请你先停下。你准备好迎接超级美国的降临了吗？如果你现在的目光还盯着乌克兰的壕沟或是中东的导弹，那你完全错过了2026年最恐怖的全球变局。就在几天前，世界地图被特朗普亲手撕碎了。这绝不是夸张的修饰，美国正在成为一个领土横跨北美、掌控北极、手握全球最大油矿与稀土储量的超级巨兽。他向南闪击委内瑞拉，强控马杜罗，拿下了全球3000亿桶原油。他向北又拿捏欧洲盟友，公开开价7000亿美元要收购格陵兰岛，其军力更是覆盖3大洋。这样的超级美国如果诞生，这个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能与之抗衡？超级美国的蓝图已经摆在了桌面上。2026年1月17日，白宫丢出了一枚外交核弹，特朗普正式向丹麦、挪威、德国等欧洲盟友发出通知，内容极其直接，也就是从2月1日起，上述国家的输美商品将先加征10%关税。如果还不答应美国收购格陵兰岛，那么从6月1日起，税率将直接翻倍到25%。而且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白宫新闻秘书维莱特甚至公开爆料说，特朗普总统及其团队正在讨论军事选项。你没听错，美军为了格陵兰岛，极大可能会对北约盟友动手。特朗普的逻辑很简单，格陵兰是西半球的，而西半球是美国的。面对这种强势收购，欧洲的回应却苍白的令人发笑。为了支持丹麦，欧洲7国派出了联合远征军。大家猜猜这支军队有多少人？37个人。没错，你绝对没有听错，这不是印刷错误。据统计，欧洲7国共计派出了37名军人到格陵兰，其中法国出兵15人，这已经是大头了。德国13人，瑞典3人，挪威和芬兰各2人，英国和荷兰则仅仅只有1人。这种迷你军队的规模简直是在嘲讽现代战争的严肃性。更扯的是，18日最新消息显示，德国那13人在岛上待了3天就撤了。德国国防部的官方理由竟然是，这支精锐小队已经火速完成了既定任务。该怎么评价呢？这种敷衍的程度真的让全世界都感到傻眼。当然，德国还是要面的。其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拉尔斯·克林拜尔于18日强调，德国是不会被美国针对格陵兰岛的政策吓倒的，同时呼吁欧洲国家必须做出明确回应。他表示，美国现在的行为已经彻底越过了底线。之后，欧盟主席冯德莱恩、法国总统马克龙、瑞典首相沃尔夫·克里斯特松也纷纷响应发声反对。他们的大意都是欧洲不会屈服，并声称只有丹麦和格陵兰岛才能决定与丹麦和格陵兰岛相关的问题。目前，火力军觉得欧洲相关国家可能正在就如何应对美方进行讨论，毕竟开会早已是欧洲传统，不然这37人在美军皮图菲克太空基地面前，哪怕连当哨兵都不够格。同时，这也是欧洲自2战以来第一次感受到被盟友吞并的恐慌，但这种恐慌仅仅是这场大戏的开胃菜而已。很多人看不懂特朗普为什么要强取格陵兰，或者说特朗普为什么要南打委内瑞拉，北收格陵兰岛，同时还要死死守住中东油线。这其实是一套被战略界称为唐罗主义的终极布局。特朗普的战略核心是要把北美变成一个由美国绝对主导、绝对自给自足的堡垒避难所，而该布局的第一步就是夺回美国的后援油库。2026年初，美军特种部队突入委内瑞拉，带走了马杜罗。这场突然的军事行动，其核心目标有2个，一个是重塑门罗主义，也就是特朗普说的唐罗主义，从而将整个西半球重新纳入美国的绝对势力范围。第2个目标则是盯上了委内瑞拉地下那3000亿桶全球最大的原油储量。在页岩油红利逐步退潮的时代，控制了这里，美国就掌握了全球油价的总开关。这不仅能确保美国本土的能源安全，还能打击依赖高油价的竞争对手，如俄罗斯。第2步则是控制北极的门户格陵兰岛。特朗普为什么对格陵兰岛念念不忘？是因为格陵兰岛有着无可替代的地缘位置，它地处大西洋与北冰洋，西边挨着加拿大，东南遥望欧洲，堪称通2洋看2路的战略要地。若是能拿下这里，美军北美司令部的重要拼图就能完成。美军可以毫无顾忌地在这里部署更先进、密度更大的反导系统和预警雷达，从而极大缩短对来自北极方向洲际导弹的拦截反应时间。同时，这里也是俄罗斯北方舰队进入大西洋的唯一通道，更是未来全球贸易北极航道的红绿灯。根据北极理事会的报告，随着全球气候暖化，北极冰层正在加速消融，北极航道的商业与战略价值正在呈几何倍数增长。统计数据显示，2013到2023年10年间，
北极通航水域的船只数量增长了 37%。因此，谁掌握了格陵兰岛，就相当于卡住了这条新苏伊士运河的咽喉，能直接影响全球航运和贸易格局。更别说现在的北极早已从过去合作之地变成了博弈之地。俄乌冲突后，北极7国和俄罗斯形成对峙态势，格陵兰岛作为美军北极军事部署的核心，战略价值更是翻倍提升。鉴于格陵兰岛的重要，特朗普就放弃了过去那套民主输出，转向了更纯粹的资源掠夺与物理地缘占领。正如前面所言，特朗普要打造一个由美国绝对主导、资源高度封闭的北美堡垒。在这个堡垒内，粮食由美加平原的黑土地，能源由委内瑞拉的重油与美国本土的天然气，而科技产业的命脉稀土就埋在格陵兰那厚厚的冰盖之下，价值高达数万亿美金。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格陵兰岛拥有超过150万吨的稀土储量。可能有很多朋友对稀土的重要性没有直观的概念。简单来说，没有稀土就没有 F-35 战机，没有特斯拉，没有 AI 芯片。而目前全球 80% 以上的稀土供应链都掌握在中国手中。特朗普一直想摆脱对中国的依赖，格陵兰岛自然成了他眼中的破局关键。更何况，据推测，2026年全球稀土市场规模预计将突破180亿美元。若能拿下格陵兰岛，美国就等于掌握了21世纪高科技博弈的原始代码。而且，随着气候暖化导致北极冰层消融，岛上原本难以开发的175亿桶石油和 4.1 万亿立方米天然气也将变得触手可及。可以说，格陵兰岛是一座未经开发的、足以支撑美国再繁荣100年的战略金矿。所以特朗普对格陵兰岛的执念根本不是一时兴起。从稀土资源到北极航道，每一个诉求都戳中了全球竞争的核心痛点。那如果格陵兰岛真的完全并入美国版图，影响究竟有多大？好处和利益，前面火力军已经帮大家盘点清楚了。但如果这块拼图真的被凑齐，带来的绝不止美欧之间的口水仗，也不仅仅是美国多了第51个州，而是会从根本上改写全球地缘和产业格局。如在军事上，北极将正式成为美国的内海，而格陵兰岛又被称为大西洋上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一旦美国在这里部署密集的反导系统与超远程预警雷达，俄罗斯的战略轰炸机与战略核潜艇将被彻底封死在北冰洋的冰盖之下，这等于是废掉了俄罗斯一半的武功。又或是北极航道的控制权完全易主，美国将完全从疲于奔命的世界警察摇身一变成为坐地收钱的超级地主。到时候，全球的物资流动、能源价格全部都要看白宫的脸色行事。这种全方位的掌控力前所未有。但这种收割盟友的行为所付出的代价同样沉重。首先，丹麦毕竟是北约盟友，如果美国通过强力手段或经济诱逼夺取格陵兰，将严重打击欧盟对美国的信任，甚至可能会导致北约集体信任体系的彻底崩塌。其他欧洲国家会瞬间意识到自己不过是美国的战略附庸而非伙伴，欧洲将被迫寻求战略自主。其次，主权完整与领土不可侵犯是联合国宪章的基石。美国如果强行吞并格陵兰，等于宣告领土买卖与扩张的丛林法则回归，这会引起全球范围内争议领土的新一轮角力，小国的安全感将跌入谷底，全球将进入一个极度不稳定的扩张时代。如目前的北极，军事化风险正在不断加深，美国已经在皮图菲克基地为 F-35 修建基础设施，还计划增派海军舰艇。挪威也在重启冷战时期的地下军事设施，准备部署战机和核潜艇。再者，格陵兰岛对于美国财政也是一个巨大的包袱。据悉，格陵兰目前的经济高度依赖丹麦政府每年7亿美元的补贴。美国接收后，不仅要承担这笔经常性开支，还需要投入数千亿美元进行极地基础设施的超前建设。而且岛上约 5.7 万因纽特原住民能否接受美国的管理模式，还需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特朗普终极布局的第3步，则是保证中东有线的绝对畅通。尽管美国在进行战略收缩，但其战略核心从未放弃对中东有线的监控，尤其是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其逻辑在于，这是石油美元金融统治力的基石，只要石油贸易仍以美元结算，美国对中东有线的掌控就关乎美元的信用。而保持军事存在是为了确保关键航道不落入他人之手，同时这也可以对其盟友和对手加以约束。现在的美国虽然已实现能源自给，但欧洲、日本、韩国等国都高度依赖中东石油，因此掌握中东有线的安保权，意味着美国依然掌握着这些国家经济命脉的呼吸阀，在进行大国博弈时拥有极强的外交筹码。至于是否需要另一个实力相当的超级大国来制衡美国，答案并非如此。历史无数次证明，单边的极致发展并不会持久，也不会带来繁荣。相反，若是过度发展，会激发全球性的对抗与结盟。如欧洲国家，虽然目前在军事上表现疲软，
但在经济规则、外交斡旋和技术标准上，欧洲依然有极强的底牌。毕竟，当今各国都渴望平等发展，而非跪着生存。节目最后，我们把目光放回那37名士兵身上。他们虽然微弱，但代表了一种对规则的坚持。格陵兰岛的命运将成为21世纪国际关系的试金石。您认为格陵兰岛是会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还是会成为埋葬美欧同盟关系的最后一座坟场？你有什么独到的见解？是认为这只是特朗普的谈判筹码，还是他认真的战略目标？欢迎在评论区大声说出你的看法，我们一起讨论。如果你喜欢这类分析，记得一定要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你的每一次支持都是火力军的最大动力。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